2065年12月1日，天空中出现第二个太阳，所有人好奇地望向天空。然而，这轮太阳越来越大，最后像是一轮火球一样，从大气层冲向地面。不，那不是太阳，是小行星2036 KL 进入大气层时摩擦燃烧产生的光芒。然后是世界末日的第一幕：撞击、地震、海啸，3%的人口在第一天消失，接着是漫长的地狱，干旱烤裂大地，高温融化沥青，然后是毫无征兆的冰雹和极寒，气温在一天内骤降40度。我在那样的世界里挣扎了18个月，最后死在一根从屋顶坠落的冰柱下。可现在，我回到了1个月前，凌晨4点13分，我从床上弹坐起来，冷汗浸透了睡衣。我颤抖着手摸到床头的手机，屏幕亮起。2065年11月1日，星期日，上午4点14分。不可能，我重生了。我喃喃自语，心脏狂跳中，我冲进浴室，用冷水泼脸，盯着镜子里那张还算年轻的面孔，没有冻伤留下的疤痕，没有长期营养不良的凹陷眼窝。这是撞击前的我，31岁的高中物理教师李晨。就在这时，手心突然一阵灼热，我摊开手掌，一个微小的透明立方体悬浮在掌心上方，内部似乎有星光流转。我愣了3秒，然后几乎是本能的集中精神，看向洗手台上的牙刷，牙刷消失了。念头一转，它又出现在原处。空间异能，我的声音在寂静的浴室里显得格外响亮。前世在避难所的废墟里，我听那些幸存者说过，末日第3个月开始，极少数人出现了特殊能力，控制火焰，强化身体，治愈伤口。最稀有的是空间系，据说整个亚洲已知的只有2人，他们都是各大幸存者集体争抢的对象。因为一个空间能力者意味着移动的仓库，意味着可以携带关键物资穿越危险区域。我李晨，一个普通的高中教师，现在有了空间能力，而且是在末日来临前整整1个月。狂喜几乎让我晕眩，我跌跌撞撞回到卧室，开始测试这个能力。空间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高度10米左右，可以随心所欲的分割区域。更重要的是，时间在里面几乎是静止的。我放进去一杯热水，10分钟后取出来，还是滚烫的。老天给了我第2次机会，我激动地握紧了手，还让我有了外挂。这下就算末世来了，我也不怕了。接下来的72小时，我做了4件事。第一，列清单。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末日的人，我知道什么最重要：水、食物、药品、能源、武器。但我不是要囤积几年的个人物资，我要为整个末日设计一个生存系统。第二，变现资产。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市价320万，我联系了3家中介，要求1周内现金交易，价格可以低15%。老同学王磊是做批发生意的，我打电话给他。李晨，这么早，什么事？王磊，我要卖房，需要快速套现，另外我需要采购大量物资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。你没事吧？怎么突然？我不能解释，但你信我一次。我的语气让王磊没再追问。帮我联系粮食批发商，我要5吨大米、3吨面粉，还有罐头、压缩饼干、食盐、糖。第三，租仓库。我在城市边缘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物流仓库，月租8000，一次性付了半年。仓库足够大，而且周围人烟稀少。第四，学习。我在网上搜索一切关于空间异能的资料，同时密切关注天文新闻。果然 ，NASA 发布了一则不起眼的通告，观测到小行星2036 KL 轨道有微小变化，正在计算新轨道。他们还不知道，或者说不敢公布真相。第7天下午，我在仓库里清点刚到的一批药品：抗生素、止痛药、消毒用品、慢性病药物，这些在末日后期比黄金还珍贵。我正将一箱阿莫西林收进空间，突然听到仓库卷帘门被敲响，不是约定的送货时间。我警觉地走到门边，透过缝隙看到外面停着2辆黑色轿车，款式普通，但车牌是白色的，官方车牌。5个人站在门前，3男2女，穿着便装，但站姿笔挺。深吸一口气，我拉开小门，为首的女人大约40岁，短发。李晨先生，她问。是我，你们是？官方末日应急救援队的。她出示证件，深蓝色封皮，烫金字体。我是队长陈威，我们可以进去谈谈吗？我的心脏停跳了一拍。末日应急救援队，前世我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，但那个证件也不像伪造。请进。我侧身让他们进入，大脑飞速运转。他们怎么找到我的？因为我大量采购物资，还是因为空间异能产生了什么能量信号？仓库里堆着一些还没来得及收进空间的货箱，主要是日常用品和工具。陈伟扫了一眼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李老师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，我先回答最直接的一个。我们监测到异常的能量波动，源头在这里。结合你过去1周的行为，出售房产，大量采购生存物资，搜索末日相关资料，我们得出结论，你觉醒了空间异能，并且知道即将发生的灾难。我惊讶地张大嘴，说不出话来。完了，被人知道了。陈威继续说道，你空间容量大概在7000立方米左右，是目前我们发现的第31例空间异能者，你的容量排在前10。31例。我脱口而出，说完我就有点后悔了，这不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我真的是空间异能者？陈威瞄了我一眼，暗暗偷笑。是的，实际上全国范围内已经确认了异能者超过了100人，你的能力很宝贵，李老师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可就算我有特殊能力又如何？这是我一个人的事，采购物资有备无患。现在气候异常，多存点东西很正常吧？是吗？陈威对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点了点头。对方打开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，
滑动屏幕。11月1日凌晨4点左右，你的异能觉醒。当天上午10点，你就联系了3家房产中介，要求紧急出售位于中山路的房产，报价低于市场价的20%。第二天，和批发商王磊签订了采购合同，订购食品类物资，价值超过80万元。第3天，你租下了仓库。第4天，你开始分批采购药品、净水设备、太阳能发电系统、武器。他每说一句，我脸色就白一分。最有趣的是，年轻人推了推眼镜。11月1日之前，你的网络搜索记录主要是教学资料和物理论文。可从11月1日开始，你就开始频繁的搜索小行星撞击生存指南、末日城堡设计、长期食物储存方法、异能等这些关键词。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？李老师，你们监视我？我咬牙，不是监视，是保护性监控。陈威纠正我。李老师，你知道撞击后全球3%的人口会死亡，接下来是极端的气候，干旱、高温，然后毫无征兆的冰雹和极寒。你知道这一切，因为你经历过，对不对？我倒吸一口冷气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唯一一个重生者。陈威摇摇头。目前我们已经确认了7个，有人在撞击后1个月醒来，有人在半年后，而你里程和他们一样，对不对？我靠着箱子，腿发软。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不光是我的异能，还有我重生的事儿。在他们面前，我简直就是个新兵蛋子。难道我要被抓走解剖，或者直接处死吗？我咽了下口水，紧张问道：你们要怎么处理我？我们需要你的能力。陈威盯着我。国家在3年前就探测到小行星群的异常轨道，2年前确认撞击概率为100%。从那时起，末日应急救援队就成立了。我们在建设地下避难所，计划转移居民，物资运输一直是最大的瓶颈。传统的运输方式在极端的气候下几乎无法运行。陈威靠近我，你的空间异能如果能配合我们的运输系统，就可以形成移动补给线，一个7000立方米的空间，一次可以运送足够100万人1周的生存物资。这样的能力能够拯救上千万人的生命。我试探性地问他：如果我拒绝？拒绝吗？李老师。陈威耸了耸肩。这种级别的全球灾难跟前，单打独斗的生存率有多低，你应该清楚。而且异能使用会消耗精神力，没有系统的训练和支援，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能力失控，甚至精神崩溃。我们已经有这样的研究和案例。我闭上眼睛，想到上一世的遭遇。如果当时有人帮忙，如果当时有组织，如果国家还在，我需要做什么训练？我道。陈威的脸上露出笑容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对你的能力进行全方面的测试和评估，有专门针对空间异能者的训练课程。我问了个实际的问题。我的家人还有朋友怎么办？您的直系亲属可以优先进入避难所，而且在这里，他们可以获得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。你本人作为应急救援队的正式成员，享受特殊技术人员待遇，包括还不仅限于独立的居住区、优先的物资配给、医疗保障。陈威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警告和关切。他顿了顿说：李老师，我建议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能力，包括最亲近的人，这不是信任问题，这是为了安全，对你们双方都很安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表示理解。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刚才你们说我是第31个空间异能者，那剩下的人呢？他们在哪儿？陈威松开手回答：大部分已经加入应急救援队，分布在各个避难所、建设项目中。听到这儿，我伸出手。好。陈威微笑握住。明天这个时候我们来接你，带上必需品，其他物资我们会妥善保管，你放心，不会被浪费。目送黑色的轿车10远，我心里默念，只剩下30天了，而我也终将不再一个人面对末日。这时手机震动，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：李晨同志，欢迎你加入末日应急救援队，明日见。回到家，我关掉手机，开始整理要带走的东西，衣服、证件、几本重要的书，还有父母的照片。其他所有物资，包括我囤积的那些，都要留给应急救援队统一调配。这一次我要与国同行。第二天，陈威准时来接我，车子驶入城郊一处看似普通的工业园区。这里是临时的指挥部。陈威一边停车一边解释，真正的基地在地下，那里需要权限才能进入，我们要在这里完成初步的评估。办公楼外观陈旧，内部却截然不同。我跟着陈威通过了3道严格的安检，每一道都需要虹膜和指纹验证。电梯开始下降，直达地下40米。门一开，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巨大的全息屏幕上显示着蓝星地图，密密麻麻的光点闪烁。50多名身穿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。李老师，这边请。陈威带我走进一间玻璃会议室，里面等着3个人，一位眼神锐利的白大褂老人，一位我在电视上见过的威严大人物，还有一个看起来比我还年轻的男孩，一脸紧张。陈威介绍道：这位是周教授，专门研究异能的首席科学家。周教授对我点点头，然后是那位大人物，他抬手示意：李晨同志，末日当道，不在乎职位，在这里你可以叫我王将军。我激动地和他握了握手。最后是那个年轻男孩，他站起来有些局促。你好，我叫林晓，空间异能者2级。我愣了一下。你也是空间异能者？林晓挠挠头。对，国内发现的第7个，不过我的空间只有2000立方米，比你小多了，而且只能收纳无生命物体，也不能像张哥那样分割空间。张哥，我有些纳闷。陈威接过话：张海，空间系1级，他正在西北基地参与建设，
能在1000立方米内创造不同温区，非常适合储存特殊物资。周教授推推眼镜，切入正题。李晨同志，我们需要对你进行全方位测试。测试长达4个小时，结果出来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周教授激动地看着我，太好了，你的异能符合空间系3级特征，容量甚至达到了4级标准，容量越大，可塑性就越强。王将军立刻问道：撞击倒计时只剩29天，我们需要压缩训练周期，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吗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坚定。我是一名物理老师，有科学知识，而且上一世我经历了18个月的末日生存，我知道怎么在极端环境下活下去。当然，后半句我没说出口。王将军满意地点头，这就够了。下午林晓教你基础应用，明天开始体能训练，进展顺利，你就可以参与第1次实地任务。实地任务，我有些意外。陈威调出地图，东北3号避难所的物资储备，我们要在1周内完成3个月的储备量。你的空间能力是关键。这时林晓兴奋地跳起来，李哥，我能和你一块儿去吗？我还没出过外勤呢。我看向陈威，他笑了笑。林晓虽然是后勤，但这次任务特殊，可以破例。看着身边这些为了生存而战的队友，我握紧了拳头。这一次人类绝不会输。会议结束之后，热情的林晓带着我参观设施。这个指挥中心的隔壁就是训练区，有几个房间是专门用于异能训练。你看这个是重力室，力量强化系的人用的。林晓指着一个有厚实墙壁的房间，这边是温度控制室，温度调节系异能者训练的。空间系异能者训练是在最里面的房间。我们的训练室是一个宽阔的大房间，墙壁和地面都有柔软的缓冲材料。房间中央还有架子，上面摆放着各种物品，不同大小的箱子、水桶，还有各种折叠的自行车。甚至我还看到了跑步机。训练主要是为了提高收纳速度和精度。林晓示范给我看，他眼睛一扫，架子上3个不同大小的箱子瞬间消失，然后又瞬间出现在原位。最开始我只能一个一个收，现在能同时收纳1排了，只要物体总容量不超过空间的10%。我点点头，他让我尝试一下。我向前一步，一下子收走了面前架子上所有的物品。林晓瞪大了眼睛，李哥你太强了，你这精神力强度也难怪，你是3级。分级是怎么判定的？我问道。根据5个指标：容量、速度、持续时长、精细控制、特殊应用。林晓像个好学生一样，我现在是2级，因为我的容量和持续时长得分比较低。周教授说我还有提升空间，只要我多多训练。我跟着林晓在房间里训练，我发现了自己确实有优势。上一世的经历让我对物资有深刻的理解，我能快速判断哪些物资应该优先收纳，如何合理利用空间布局。林晓也教会了我一些技巧。休息的时候，我问林晓，那其他国家呢？也有这样的组织吗？他们也陆陆续续在准备，但咱们是拥有觉醒者最多的国家，咱们的重生者多，异能者也多，他们都在跟咱们换取情报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不同制度。我默默的点点头，又好奇，你是怎么加入进来的？听到这儿，林晓的脸色一变。上一世我父母在小行星撞击中去世了，我当时在宿舍，后来宿舍也塌了。等我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重生了，也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能力。慌乱中把宿舍的东西都收进了空间。后来陈薇姐他们找到了我。我沉默了。上一世我失去了那么多家人和朋友，本以为自己是不幸的人，但现在看来，在这场全球灾难面前，没有人能幸免。但是我们至少在这里一定能做什么。林晓抬起头来，眼神坚定。我点点头。晚饭是在食堂吃的3菜1汤，分量充足，而且营养搭配的很周全。我看到了其他异能者，一个女孩吃饭时手指不自觉地冒出小火花，还有一个壮汉端着比我们多了10倍的饭菜，听说他是力量者，需要大量的能量。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在他面前有无数的水珠，据说他是水系者。晚饭后，我分配到一间临时宿舍，房间简单，设施周全，在这里用的不是手机，而是内部通讯器。我打开它，屏幕上倒计时，28天17个小时42分，时间越来越近。我闭上眼睛，刚想要睡觉，敲门声响起，打开门是陈薇。李老师，有件事想和你单独谈谈。他递给我一个文件夹，这是你的正式入队文件，包括保密协议、责任条款、风险告知，阅读后签字。我接过文件，陈薇又问我，你前世的经历在最后一刻有没有异常现象？不一定是科学的，任何细节都很重要。我回想片刻，上一世极端气候出现的没有规律，气温在几小时内骤降几10度，又突然拉升，而且全国各地的天气异常与地形也毫无关系，像是被什么控制。控制？能仔细说说吗？陈薇急迫道，我见过一个龙卷风从平原上形成，移动轨迹超出自然规律，最后在一个废弃小镇上消失。当时大家都只以为那是气候异常，可现在想想很不自然。陈薇脸色变了变，随后安慰我说道，行，你的消息很有效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所研究。他离开后，我打开文件，这上面写了很多，最后一页印着一句话，我们无法阻止末日，但是可以决定末日之后人类将以何种文明继续存在。我拿起笔，在签字栏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凌晨5点，通讯器震动把我叫醒。3号训练场集合。我快速洗漱，穿上了基地配发的训练服。推开宿舍门时，走廊里已经汇聚了不少人。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我点头，他的手臂在走廊灯光下反射着金属光泽。他是金属系异能者王刚。他对我说道，早啊，第1天训练嘛。是啊。
我加快了脚步跟上他。我叫李晨，是空间系异能者。我知道陈队提过你，容量创纪录的新人。王刚按下电梯，做好心理准备，王将军的训练可不好过。3号训练场位于地下30米，标准的篮球场大小，设施不同，四周都是各种训练器械，中间还堆着特制的缓冲垫。王将军早就在那儿整装待发，他身边站着5名队员。他看着表说道：准时可是好习惯，今天体能、反应、协作，李晨你出列。我向前一步，他说道：根据你的检验报告和经历，知道你有耐力基础，缺乏系统训练。他指了指旁边的女孩林雨，水系2级，负责你的适应性训练，其他人按计划开始。大家散开之后，林雨走了过来。李老师别紧张，咱们从基础心肺功能开始。我听说你上一世在末日中生活了18个月，你好厉害啊！他语气轻松，也让我放松了情绪。他带着我走到了跑步机前，机器会模拟不同地形和阻力。平原模式开始，时速8公里，持续时间20分钟，行吗？我点点头，踏上跑步机。最初5分钟是挺轻松的，我甚至能分心观察其他人。第6分钟开始，跑步机的坡度开始变化，速度也提升到了时速10公里。我的呼吸逐渐加重，但是仍能坚持。我边跑边问林同学，你上一世是干啥的？我是个气象研究生。林雨调整着跑步机的参数。我一醒来就变成了水系异能者，这也算专业对口吧？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时不时的冲我吐舌头。李老师跑步机要进入山地模式了。这时候我的大腿开始酸痛，呼吸急促。李老师坚持啊，还有5分钟。20分钟终于结束，我走下跑步机，浑身都被汗水打透了。林雨递给我一瓶电解质饮料。休息3分钟，咱们进行反应训练。我苦笑一声，还挺紧张。3分钟后，我们走到了布满传感器的房间，墙壁和天花板随机亮起，我必须用手或脚快速触碰。一开始还挺简单的，但是速度加快，我就开始失误了。62分，成绩单出来了。林雨摇了摇头，不行，这个成绩不够，实战中以62分的成绩太危险，再来一次吧。第2轮我集中注意力，成绩迅速提升到了78分。第3轮82分，不错嘛。王将军不知何时走了过来。记住，真实环境下你不会有3次机会，1次失误就可能致命。接下来是协作训练，跟我来吧。协作训练在隔间，每个隔间都有复杂的装置。王将军解释，这是避难所，生命维持系统的一部分。你们的任务是在10分钟内启动系统。红灯亮起，林雨迅速扫描控制面板，需要打开主阀门。阀门卡住了，我看向他指的位置，一个直径半米的轮盘阀门生锈不动了。让我试试。我伸出手尝试将阀门直接收纳进空间，它消失了阻碍就应该解除，但失败了。我的能力无法作用于固定的大型物体。物理方法，林雨立刻说道。王刚能不能帮忙？王刚大步走了过来，手臂瞬间变成了银色，抓住阀门用力旋转，阀门缓缓转动。嘿嘿，还得是你。阀门打开，林雨迅速控制面板。冷却剂在左侧储藏罐里。我冲到储藏罐前，里面是密封的液体。我尝试用空间能力直接将其转移，可是又失败了。我的能力无法穿透罐体。手动打开。林雨急切道。我们的时间还剩6分钟。赵明远冲了过来，他的手指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迅速地操作着机器的结构。5秒内，盖子打开。就是现在。林雨冲我喊道。我集中精神，罐内的冷却剂被我整批收进空间，然后精准地释放到目标管道中。指示灯变绿，系统启动完成，用时8分42秒。王将军拍了拍手。还不错，但有明显问题。李晨，你依赖异能就忽略了基础操作。首先，你要注意到，你是一个人，是一个成年人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异能失效，你该怎么办？我喘息着，心里在思考。你们要记住，异能是你们的辅助工具，可靠的却永远是你们的大脑和双手。训练结束，我几乎虚脱了。吃饭的时候手都在抖。林晓坐在我旁边。李哥，听说你的成绩还不错啊？哪有啊？我苦笑道，勉强及格吧，已经不错了。李哥，慢慢来呗。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差得很，不过现在也提升上来了。吃完饭就是周教授的训练课了。周教授？我纳闷，周教授不是科学家吗？他身份比较多嘛，又是科学家，又是训练师。林晓压低声音说，周教授虽然不是异能者，但是他对异能的了解比咱们这些异能者还要深，他一眼就能看出咱们问题在哪儿。吃过饭后，我们准时到达了空间训练室。周教授已经在那儿，身边还站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。李晨同志，这位是苏青，空间系3级，也是你的训练导师。苏青的能力是精细控制，已经将空间分割成上百个独立区域，同时管理不同物品。苏青冲我笑了笑。周教授，把你的屏幕报告给我了。你的优势是容量大、基础收纳速度快、精细控制和多任务处理能力不足。今天咱们就重点训练这2个方面。训练室一下子升起一个平台，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物品都摆放出来。苏青跟我解释了一番，告诉我，在模拟环境里，你要一边躲避坠物，还要收纳指定物资，能做到吗？他的声音传过来，我点点头。一块混凝土板从天而降，我本能地向左闪躲，同时把地上的医疗包收进空间。更多的障碍物朝我落下，我不断移动眼睛，快速扫描水罐、电池、
不断的收进我的空间。时间到，我喘着粗气站在原地，还不错，但是要注意你的注意力哦。接下来2个小时，我在苏青的指导下练习各种技巧，甚至还尝试在空间内创造简单的分区。训练结束之后，周教授单独留下我。李晨同志，你在上一世的最后时刻，除了发现气候异常，还有没有注意到其他生物异常？您具体是指什么？比如植物、动物，还有人类的变化。我努力回忆着。那个时候，植物都已经死了，但有些地方我见过黑色的苔藓，动物绝迹，有少量的变异老鼠和昆虫。人类有奇怪的症状，皮肤角质化，体温异常，耐受力增强。周教授连连点头，并快速记录。这些症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？大约6个月后。我说，当时大家都以为是营养不良或者辐射病，但现在想想，可能就是早期的变异。周教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的信息很有效。晚上9点钟，气候灾难讲座在会议室举行。主讲人是基地气象专家孙博士。同志们，首波撞击后，气候会分为4个阶段。第1个阶段，全球光照减少90%，持续3个月。第4个阶段是极端波动期，气候失去稳定性，一天可能经历4级变化，而且都是极端的情况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数据分析，只觉得触目惊心。讲座结束后，陈伟找到我。李老师，明天上午你要参加一次实地任务。什么？这么快吗？对，时间不等人，小行星轨道发生了变化，撞击事件或许会提前。我心一沉，提前了多少？还不能确定，3天、1周、半个月。陈威叹了口气，所有计划必须加速。李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吞了吞口水。我来这个基地满打满算也就是1天，可想到与我并肩作战的异能者们，我点点头。我会准备好的。几次实地任务后，我的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距离小行星撞击地球只有0天了。警报声在每一处地下基地的角落同时响起，所有人员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决策者的声音通过广播系统传遍部署的所有基地。撞击提前2天，首波碎片将在47分钟后进入大气层。我和林晓在进行早间训练，听到警报的瞬间，我们同时冲向指挥中心。走廊里脚步声密集，每个人脸色凝重。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，蓝星轨道布满了红色标记。小行星的主体会在大气层中解体，但即使如此，仍有37块直径超过1000米的碎片直接撞击地表。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西南是主要受灾区。陈威站在指挥台前，语气冷静。按照预定方案，所有地面人员立即进入最近避难所，应急救援队各小组按分配任务行动。他转向我们这些异能者。空间组李晨、苏青、林晓，你们随第3运输队前往7号避难所，那里有500万群众正在转移，紧急运送医疗物资和净水设备。金属组王刚、速度组赵明远，你们配合第2救援队前往华北区域，需要你们的专业能力解决碎片。水系组林宇、温度组孙浩，你们留守在总部，确保内部生命维持系统分配在30秒内完成。没有人提问，没有人犹豫，穿上特制的防护服，我们出发了。这套防护服能在短时间内抵抗高温和冲击波，是末日中的昂贵品。据陈威说，周教授他们团队没日没夜研究了3个月的成效。李哥跟紧我。林晓一边检查装备，一边对我挥手。我经历过3次模拟撞击救援，实际场面可能会比模拟更糟糕，但你要记住，不要抬头看天空，强光会致盲，保持通讯顺畅。你的空间能力不足，就得先用于保护物资和人。我点头，喉咙有点发干。即使经历过1次，我仍然紧张的浑身冒汗。运输队由12辆重型装甲车组成，每辆都经过特殊改造，底盘加固，轮胎防爆，车顶有可伸缩的防护板。我和苏青、林晓被分在不同车上，这样可以保证1辆车出了事，至少还有其他空间能力者继续执行任务。20分钟内就会进入碎片坠落窗口期。指挥官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：所有人系好安全带，准备应对冲击波。我坐在装甲车后排，外面的天空还是蓝色，看起来和往常一样。国家在3个小时前发布了最高级别的警报，要求所有居民立即前往指定避难所，但至少还有1半的人没有动。他们提着购物袋，慢悠悠地回家，有的甚至在路边打羽毛球，还有商店在正常营业。为什么不强制疏散他们？我忍不住问。跟我同行的士兵苦笑：强制了，从上到下，社区也在劝，总有人不信。有人说这是阴谋，还有人说小行星会在大气层烧光。李老师，一会儿看到什么都要保持冷静，你的任务比情绪重要。同行士兵语气严肃。12辆重型装甲车车队驶出城市，进入高速公路。这里车辆明显增多，都是往避难所方向去，车速缓慢，路段出现拥堵。时间不够，这个速度我们无法在窗口期前到达避难所。应急车道呢？应急车道也堵了。距离碎片进入大气层还有10几分钟。按预测，第1波碎片坠落在我们前方100公里处，冲击波会摧毁这段高速公路。让我试试。听着指挥官焦虑的语气，我对着通讯器说：我是空间系异能者李晨，我也可以把部分车辆暂时收纳，清理通道。通讯器那边沉默了几秒。批准，注意收纳无人车辆，记录每辆位置信息，灾后归还。明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车门跳下去。林晓和苏青也紧跟着下来。我们仨沿着应急车道奔跑，将遗弃的车辆一辆辆收进空间。
我的空间迅速被填满。转移到我这儿，你的快满了吧？我点点头。我们向3个清道夫在高速公路上开辟一条狭窄的通道，装甲车队缓缓跟进。再次跳回车，我问随行人员多长时间了？还有9分钟，加速到极限。指挥官在通讯器里吼道。装甲车引擎轰鸣，时速提到了200公里每小时。倒计15分钟，天空变亮，碎片进入大气层，基地的通报再次传来。第1块碎片将在2分钟后坠落于金市东南海域，注意海啸预警。第2块、第3块。通报声连续不断，就像是老师在点名。我们的车剧烈颠簸了一下，是受到了冲击波影响。高速公路出现裂痕，高架桥的护栏扭曲变形，远处能看到一道道烟柱冲天而起。东北方向第4块碎片坠落点距离70公里，冲击波将在40秒后到达。预报在响，停车，全员防护姿势。指挥官一声令下，车队停下。我们按照训练时学习的防护姿势准备。轰一声，冲击波来了，我身体被撞向车顶，又被安全带狠狠拉回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震动才慢慢平息。我睁开眼，车内一片狼藉，防爆窗出现裂纹，车内照明闪烁不定。我前面的随行人员额头流血，但是还好，意识清醒。报告状况：3号车侧翻，2人轻伤，车辆可修复。5号车受损严重，需要转移人员。7号车被飞石击中，全员牺牲。我心一紧，我所在的车算是受伤最轻的，大家都陷入沉默。良久，我和同伴一起下车，看着被炸成碎片的7号车，指挥官带着我们站成一排，脱帽致意，收敛了7号车成员的尸身。我看着7号车的驾驶员，我认识他，他叫刘志强，他的妻子在之前的备战中因为过度劳累牺牲了，留下了一个年仅2岁的女儿。可现在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到他的防护服被小行星碎片击穿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旁边的人和我一样，一脸悲痛。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悲伤，我们继续前进。我的空间被物资填满了，林晓和苏青也是。抛弃非必要物资吧，医疗包、净水片、通讯设备优先，食物和水可以抛弃一部分。我们快速筛选，将价值低的物资丢弃在路边，压缩饼干、罐头、瓶装水散落了一地。我看着这场景，只觉得讽刺。原先的路线因为冲击波的影响，路段坍塌，不得不绕行荒野。这时天空已经变成了暗红色，气温升高，车载温度计显示，外界温度高达42度，而且还在上升。全球光照将在未来3小时内减少70%，各小组注意高温防护。汗水浸透了我的防护服，车载空调全力运转，可效果有限。我看到路边已经有人倒下，他们受高温影响，已经得了热射病。后面几辆车停下来，尽力救助，可是也无济于事。我们不能停下，我们的任务是确保50万人的生存，不能为其他人耽误。记下坐标，通知后续救援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末日救援不是美国大片，而是一场放弃和牺牲。2个小时后，终于抵达了7号避难所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，经过改造之后，能容纳50万人。这里挤满了人群，士兵和志愿者在努力维持秩序。快让开，应急物资运输队到了。我们把车停在指定区域，卸物资。空间能力在这里发挥了最大效用。我们3人只用了10分钟，就完成了正常情况下需要半天的卸载工作。医疗物资直接送到了医疗站，净水设备送往水中心。避难所内部比我想象中更有秩序。李晨来指挥中心。指挥中心在避难所最深处，陈威和王将军都在，还有其他几位管理人员。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，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糟糕，比我们之前最悲观的预测还要糟。37块碎片全部命中，直接死亡人数估计在8亿到9亿之间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这不是简单的数字，是人。幸存者呢？冲击波、海啸、火灾会造成2次伤亡，没有办法统计。通讯系统已经瘫痪了80%，我们与其他避难所失去联系了。气候快速恶化，气温反常上升72小时后就会达到峰值，现在已经突破了50摄氏度，之后的干旱期只怕更严重。干旱、降温，老天要把人类往死里整啊！陈威转向我们这些异能者。你们的任务要做出一些变动，空间组前往3号物资储备库，那里有重要设备。金属组和速度组在路上，你们会合一起行动。3号库在哪儿？华北地区，距离这里400公里，沿途情况不明，自己判断路线，保证设备安全，自身安全。如果有能力，救一下沿途的幸存者。你们说的设备是什么？地下水探测和开采设备，还有配套的净化系统。干旱期持续半年，仅靠避难所，所有的储水不够，我们要打深井，而且要在温度骤降前完成。我们对视一眼，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。出发前，陈威单独叫住了我。李晨，这个给你。他递给我一个小盒子，我打开，里面是个银色的徽章，上面刻着应急2字，是正式成员的标志。本来想办个仪式，但现在顾不上了。我接过徽章，别在胸前，承诺道：我一定完成任务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无论遇到什么，团队第一，把他们安全带回来，包括你。我郑重点头。新的队伍出发，这次除了我们3个空间异能者之外，还有8名士兵和2名工程师。
指挥官是40多岁的老兵，姓赵，我们都叫他赵队。不走高速了，高速毁了，省道、县道绕开大城市，那面市中心也很混乱。车内非常闷热，我们看到了燃烧的城市，火光冲天，也看到了迅速开裂的农田，农作物已经在高温下迅速枯死，路边都是抛锚的车，司机已经不知去向。行驶3个小时后，我们遇到了第一道障碍——垮塌的桥梁。没那么多时间。赵队跳下车，水流太急，车辆无法涉水啊。我看向对岸，大约80米宽。我可以把车收进空间，游过去。我说。赵队摇头，开什么玩笑？水流这么急，你游不过去，而且过去后，其他人怎么办？搭浮桥。李晨，你的空间有没有建材？我刚才看到你收了几根钢梁和木板。一路上，我顺手收了很多可能用得上的东西。有，但是怕不够。我答应道。我也有。林晓举手说道。还有我的。苏青补充。我们3将建材取出来，士兵和工程师迅速行动，在赵队指挥下开始搭建简易浮桥。12根6米长的工字钢板，40多块厚木板，还有钢索和工具。士兵们和工程师们迅速行动。这不是标准桥梁，只是简易浮桥，把钢梁固定在两岸，铺上木板，钢索加固。我看着桥下的河水在上涨，水流更急了。快点，加快速度！赵队大吼道。快要搭建完成时，上游冲来一根连根拔起的大树，闪开！树的速度太快，根本来不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从侧面冲出，是林晓。他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根钢棍，插在大树与浮桥之间。砰的一声，林晓连带着人和钢棍飞出去，大树的方向变了，擦着浮桥冲向下游，浮桥摇晃，还好没有垮。林晓，我冲过去，林晓躺在泥泞中，左臂以不自然的角度弯曲，骨折了，但他还笑。我做到了，李哥，我终于做了一件实事。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，医生迅速为他固定骨折，打镇痛剂。要不要往前走，还是先把他送回避难所？走吧，他的伤不致命，咱们必须及时运送设备，那些人还在等咱们。苏青看了一眼林晓，赵队点点头，上车，过浮桥。桥没有垮，我们的车一字通过。当最后一辆车通过时，浮桥垮了。我看着湍急的洪水，没退路了，路程越来越艰辛，我们不得不频繁下车清理障碍。外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度，我感到呼吸困难，汗水流进眼睛，刺痛难忍。下午5点，终于到达了第一个预定的休息点——小型加油站。加油站主体已经倒塌，地下油罐储存完好。赵队下令检查，我和苏青去检查储油罐的情况，决定把燃油都收集起来。10分钟后，我的空间多了10吨柴油，补充了车辆燃油。我们继续出发。林晓这时候也醒了，他脸色苍白，剧痛让他嘴唇哆嗦。对不起，他虚弱道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你救了我们所有人，走吧。苏青为他调整了一下绷带的角度。就在我们准备出发之际，士兵们突然发出警报。报告，有情况，西北方向不明物体靠近。赵队拿起望远镜一看，他脸色瞬间就变了。不是人类。我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，200米外有几十个像人一样的家伙朝我们移动，但他们走路姿势怪异，肢体扭曲，皮肤还是青灰色。年轻的士兵问：这会不会是丧尸？什么呀？那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。另一个年轻士兵骂道。赵队一声令下，上车，撤。我们还没来得及上车，那帮怪物突然加速，迅速朝我们冲来。开火！赵队下令，枪声响起，最前面的几个怪物动弹，继续前行，只有爆头才能让他们倒下。瞄准头部！赵队大喊，枪声密集，怪物一个个倒下，但更多的怪物从废墟中冒出来，10个、20个、50个，他们像从地里头钻出来一样，数量只多不少。撤！我们跳上车后，车队迅速启动，眼看着怪物要将我们围起来，赵队命令道：冲出去，撞！他们竟然不怕吗？驾驶员声音颤抖。我看着窗外一张贴在玻璃上的脸，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的眼睛已经浑浊了，嘴角流着黑色粘液，还用头不断撞击防爆玻璃。快点，冲！装甲车撞开这帮怪物，驶上了一条相对完好公路。赵队立即联系了基地指挥中心，我们运输3队，我们在北纬37度、东经112度8的位置遭遇不明生物攻击，重复遭遇不明生物攻击。通讯器里传来刺耳的杂音，陈威的声音断断续续。异常生物撞击后出现，避免接触，感染风险。感染？赵队问。什么感染？怎么办？没有回答，通讯彻底断了。一时之间，大家都陷入沉默。走吧。赵队打破沉默。无论是什么，咱们的任务不能变，加快速度，天黑前赶到3号库。一路疾驰，1个小时后，领头的车辆突然急刹车。赵队询问：怎么回事啊？赵队，路断了。我们下车查看，地面裂开了50米宽、深不见底的裂缝，横亘在我们与3号处备库之间，裂缝还在不断的坍塌。他妈的！赵队怒道。他摸了摸鼻子，我看他的动作猜测他是想抽烟，可惜现在别说是抽烟了，就是找一根烟都难。要是绕路咋样？赵队问。绕路要200多公里，那边的路况还不知道，而且咱们时间很紧。我看着裂缝，又看看天空，今天拿不到设备，那很多任务都会延误。
那些好不容易进入避难所的幸存者就会面临缺水的风险。我能过去。我说，所有人突然看向我。裂缝最窄处大约30米，我的空间能力可以把我送到对岸。只要在裂缝边缘起跳，在空中时从空间释放平台，坐踏脚点，再次起跳，就能到达对岸。太危险了，万一有失误，你就粉身碎骨了，知道吗？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而且不只有我，苏青的动作更精细，他可以给我打配合。我打断他。苏青看着我，咬了咬下唇。行，但是只能成功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我点头。工程师替我们计算了起跳的速度和位置。我一定保证平台的稳定。李晨，你有权拒绝，这不是任务。我看着对岸3号库，距离不到5公里，完成任务就有更多的水源，更多的人能活下来。我不拒绝。做了简单的准备，我站在裂缝边缘，低头一看，深不见底，掉下去就是消失。准备好了吗？苏青站在我身边。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后退几步，助跑，起跳，身体在空中划出弧线，平台落在我脚下，我精准的踩到，借力2次起跳，身体再次腾飞，飞向对岸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热浪袭来，裂缝喷出了高温气体，我身体突然往下坠。李晨，他们传来惊呼。危急时刻，我爆发了全部潜力，我向身后释放了一块重物，反作用力在我身上，我的身体重重摔在对岸，翻滚了好几圈才停下。我浑身疼，防护服破了好几处，但我还活着。李晨，听到，请回答。赵队在通讯器里呼喊我。我到了。我挣扎着起身，冲着对岸挥了挥手。对岸传来欢呼声。怎么办？你能不能收走设备？我看着不远处的3号库。我要把设备放进空间，我带过去。那太大了，你的空间容量够吗？现在是7500立方米，我的能力可以提升，分批收纳设备，可以拆卸，在我的容量范围内，你们放心。就在我收纳设备时，那些怪物出现了几次，都被击退。水泵机组填满了空间一半，但我做到了。收纳完毕。我报告，返回对岸。我、林晓、苏青要带着大型设备前往最近的避难所，赵队要与我们分别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小子，活着回来。你们也是。再次跨越过裂缝，我和苏青还有林晓回头看去，那边的车队已经消失。我们3人带着价值数亿、关乎几10万人生存的设备走向了3号库。3号库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它的备用储藏点。一连走了将近5个小时，我们的体能几乎要耗尽，一路上还不断的遇到怪物，一直到第2天下午6点，才终于到达了备用储藏点。门是电子锁，电力中断，只能用金属切割工具强行打开，里面一片昏暗，手电筒的光束让我看到了不少东西。之前放置在这的物资都还在，只有少部分受到了损害。这些东西都很有用，咱们带上前往华北。苏青一边收集一边对我说，我们3都表示同意，带的东西越多，活下去的人才会更有希望。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，远处传来引擎声。什么声音？是救援队吗？林晓问。苏青摇摇头，可能是别人。我和苏青对视一眼，想到了掠夺者。末日中总有人选择了抢劫，而不是合作。先隐蔽起来。我们把物资重新藏好，躲到储藏点外的废墟中。5分钟后，6辆改装过的卡车突然出现。这不是官方车队。苏青压低声音说道。车队停在储藏点附近，大约20几个人下车，他们穿着混乱的服装，携带着武器，为首的是一个光头大汉，脸上有一道狰狞的疤痕。就在这儿，备用点。一个瘦小的男人说，里面有我们要的东西。开门。光头命令，几个人上前用工具开始撬门，门被强行打开，他们进入内部。完了，里面许多物资可能要被抢走了。林晓咬着牙说道。不一定。我说，他们没有空间异能者，搬走这些物资就要大型运输工具，光靠他们的卡车肯定不行。果然，几分钟后，那些人抱着零零散散的箱子，骂骂咧咧道：“拿不出来，那么多东西，哪能一下搬走？”光头大怒道：“干，能搬多少是多少，搬不走的就毁掉。”我诧异地看着这帮人，他们搬不走的东西还要搞破坏，这些物资一旦被毁，有多少人将要死在末日？不行，必须得阻止他们。苏青说。可我们只有3个人，他们有20多个，还有武器。林晓提醒道。我看着储藏点，又看着那些人，一个计划在我脑海中形成。苏青，我方才在加油站收取了一部分柴油，这些东西能用得上。林晓，你一会儿要制造大的声音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林晓点点头。5分钟后，储藏点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光头们立刻带着人冲进去查看。就在这时，我从藏身处冲出来，最快的速度接近卡车。我的目标不是人，而是车辆，将每辆车的油箱盖打开，先收走他们一半的燃油。什么人？留守的人发现了我，枪声响起，子弹打在我身边的废墟，我翻身躲避，同时释放出了柴油，柴油洒在车辆周围。苏青立刻从另一侧扔出一支点燃的火把，火焰瞬间蔓延，点燃了柴油，6辆卡车陷入火海，爆炸声接连响起。现在，我冲向储藏点大门，苏青和林晓从两侧掩护，林晓制造噪音，分散注意力，苏青则释放出了大量烟雾弹。我冲进储藏点，里面还有3个人，包括那个光头大汉。他看到我举枪朝我射击，封闭空间内我的能力有独特优势，
我瞬间收纳了他面前的地板，他失去平衡摔倒，另外2个被苏青从背后用重物击倒。快把所有物资收走！我大喊。林晓和苏青冲进来，我们3人全力运转，将储藏点的物资一件件收进空间。外面的人要冲进来了。林晓转身看去，最后一件。苏青将最后一只箱子收纳完毕，储藏点的大门被撞开，我释放出一批柴油，制造出更大的火焰。撤！我们从备用出口逃离，身后是燃烧的储藏点和暴怒的光头，但我们带走了所有的关键设备和物资。废墟中奔跑了2公里，成功甩掉了追兵。躲在半坍塌的建筑里，我们仨精疲力尽，瘫软坐在地上。东西都拿完了。林晓喘着粗气。都在。我检查了一下，完整无缺，大部分物资都被我们拿走了。苏青突然笑了，痛快地说道：做到了，太厉害了，咱们仨战胜了20多个，太牛了。我也笑了，只是现在我们的环境依然危险，远离避难所，缺少补给，还有很多怪物在威胁。我提议联系基地，可通讯器依然无法使用。苏青有备用的手动信号发射器。走吧，找个高点尝试一下。我们找到了一栋相对完好的6层建筑，爬上楼顶。苏青发送信号，运输3队设备获取，请求接应，坐标。1个小时后，就在我们以为再也联系不上基地时，空中传来飞行器的声音，一辆军用改装机竟然在我们上空盘旋，还放下了绳索。但就在这时，怪物们再次出现，数量更多，至少上百个，四面八方朝建筑涌来。快！我大声喊道。林晓先被拉上去，然后是苏青。轮到我时，那帮怪物冲上了楼顶，扑向我。我侧身躲过，但一只怪物抓住了我的腿。这时，一个身影从飞机上跳下，是王刚。他的身体在半空中金属化，直接击飞了抓住我的怪物。走！他抓着我，飞机降下绳索，王刚把手缠在绳索上。机舱内大家都精疲力尽。我扫了一圈，除了王刚，还有陈威和其他几名队员。我看着陈威，有些激动。任务完成了，我们拿到了设备和物资。陈威却没有想象中高兴。恭喜！我问陈威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总部被袭击了。什么？我和林晓、苏青异口同声道。那些怪物汇聚基地，3天前有一队1000数量的怪物攻击了7号避难所。什么？我想到那里有50万幸存者。那人呢？幸存者们呢？大家都很焦急。避难所暂且守住，可伤亡惨重，王将军牺牲了。为了保护避难所通风口不被污染，他带人守在那儿，直到最后。机舱内一片死寂。我想到了那个严格公正的王将军，想到了他慈善的面容，想到他谆谆教诲。可是他牺牲了。还有赵队的车队在返回途中遭遇地震，只有2辆车幸存，赵队他不在幸存者名单。我心咯噔一下，赵队也不在了。我的喉咙像堵住了。旁边的林晓啜泣出声。怎么会？赵队他经验丰富，怎么？末日来临，没人有前后眼。他们在回来的途中地裂，那条缝隙太宽了，他们的车栽了进去，没办法。我心中惊骇，那岂不是连尸身都找不到了？短暂悲伤后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华北避难所，那里需要这些设备，也需要你们。李晨，你们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，可任务接连不断，现在有新的任务了。什么任务？王将军牺牲，7号避难所指挥系统要重组，那些感染者出现并非偶然。周教授研究表明，小行星碎片携带了外星微生物，它们能够改造地球生物，包括人类。那感染能治愈吗？还不知道，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研究设施，更多的样本，找到对抗的办法。这一切都需要有人领导。李晨，经过组织讨论，决定任命你为新的7号避难所异能者分队队长，苏青副队长，林晓伤愈后归队。我愣了，队长，我1个多月前还是普通教师，现在让我引领一支异能者队伍，负责100万人的安全。我不行。你行，你的能力已经证明了，你可以承担责任。可是我经验不足。我摇头。跟王将军比起来，我差得太远了。李晨，别拒绝了，这也是王将军的意思。之前王将军屡次和我提到过，如果他出了事，要你回来继承他的事业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团队，还有更多愿意为人类未来而战的人。我看着机舱里的面孔，苏青对我点头。兄弟，不是李队，我相信你。就是李队，李队，我跟着你，你指着哪我打哪。下面是末日，而这架飞机里承载着希望。好，我一定与大家共进退。撞击发生后的第30天，我们到达了华北避难所。避难所位于地下300米深处，曾经是一座废弃的矿井改造而成。从旋翼机下降到入口，我看到了第一个景象：蜿蜒数公里的队伍，人们在士兵的维持下缓慢移动，进入避难所内。每个人脸上都是疲惫和绝望。避难所设计容量80万人，现在已经有110万。陈威一边走一边介绍，他的声音透着无奈。每天都有新的幸存者到达，这里压力很大，资源，尤其是水和食物，已经接近了极限。穿过拥挤的通道，空气中弥漫着汗味、尘土味，还有消毒水混合的怪异气息。孩子们坐在包裹上哭泣，老人们靠在墙壁上喘息，受伤的幸存者躺在担架上等待医疗。真是一幅悲壮的人类史歌。设备已经送到工程部，苏青跟上我们。工程师说，安装需要3天，我们需要先解决电力问题。钻井设备耗电巨大，避难所现有的发电系统
无法同时支撑生活和生产需求。准备怎么解决？周教授说，尝试使用异能者辅助发电温度调节器的孙浩和水系异能者林玉合作，可以制造一个小型的蒸汽涡轮系统，但需要金属系王钢配合制造部件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通道两旁拥挤的人群。陈威，我们需要一份详细的资源清单，水、食物、药品、燃料的存量，以及每天的消耗量，还有人员清单，特别是技术人员和异能者。陈威冲我点头，你已经进入角色了，不错。资料在指挥中心，先处理第一件事。他带我们来到了医疗区，这里比通道更拥挤，病床之间几乎没有空隙，血腥味、药味、腐烂味混在一起。在一个隔离帐篷前，我们见到了周教授。李晨，你来的正好。周教授示意我们进入帐篷。帐篷内躺着3个人，身上连接着各种监测仪器，他们的皮肤呈现不正常的青灰色，眼睛紧闭，眼皮下的眼球在快速转动。这是感染者。我压低声音问，简称丧尸。轻度感染者3天前寻找物资时接触了不明物质，目前处于昏迷状态，不过生命体征尚且稳定。问题，他们的脑电波异常活跃，远超正常人的睡眠状态。那他们还有救吗？林晓的手臂骨折伤处已经用异能加速愈合，不过还缠着绷带。还不知道，我们缺乏对感染的了解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感染似乎改变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神经活动。好消息是，他们目前还没有攻击性行为。坏消息是，我们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帐篷外突然传来骚动，一个护士冲进来。周教授，3号病患醒了，可他的行为很奇怪。我们立刻赶到3号病床，那个中年男性病患已经坐起来了，睁着眼睛，眼神空洞，他嘴巴开合着，发出模糊的音节。他在说啥呢？周教授靠近他，仔细聆听，像是在说冷，好冷。可他体温很正常啊，甚至比正常略高，37.8。男病患突然转过头，直盯盯地看着我。那一瞬间，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他一字一句道：“兵要来了，白色，死亡来了，等待。”说完，他再次倒下，陷入昏迷。什么意思？可能是高烧，也可能……他没说下去，但我们都明白另一种可能性的恐怖。离开医疗区，陈威带着我们到达指挥中心。相对宽敞的房间里挂满了地图和显示屏，大部分屏幕都是黑的，与外界的通讯依然处于中断的状态。7号避难所的现状，陈威调出唯一还能接受到的信号。你们离开后第2天，感染者的第一次大规模袭击发生，王将军牺牲，指挥系统混乱，原副指挥官暂时负责，但他缺乏经验。屏幕上看着避难所的俯瞰图，外围有简陋的防御工事，一帮巡逻队正在移动。你们得快点回去。陈威说，到了那儿要必须完成避难所管理，加快异能团队的组建和训练，还要针对感染者想办法，时间紧迫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，白天跟着陈威学习资源管理、人员调配、危机应对，下午和周教授研究感染者的特性和异能应用，晚上是团队训练磨合。第7天，钻井设备安装完成，在避难所底层的巨大洞穴里，深井钻机开始工作，金属钻头刺入岩层。照这个速度，3天后就可以到达地下水层。工程师汇报。但就在钻机工作到第6个小时，意外发生了，钻头卡住，设备产生剧烈震动。监控显示，钻头遇到了异常坚硬的岩层，不是天然岩石，而是结晶状物质。我看着屏幕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工程师放大图像，好像是冰层，但怎么可能啊？这里地下200米，温度在15度以上。话音未落，钻机突然停止工作，不是故障，是整个动力系统被冻结了，金属表面结起白霜，液压油凝固，周围的空气的温度都在急剧下降。撤，赶紧撤离！工程师呐喊。刚撤出洞穴身后的通道，就开始结冰，不是由外向内，而是从岩壁内部渗出的冰晶。温度突然下降了，孙浩脸色发白。我能感觉到地下有冰层在释放。避难所的警报再次响起，避难所温度在10分钟内下降了8度，而且还在持续下降。启动紧急供暖系统。陈威下令，供暖系统刚启动就过载了，超过了设计的极限。更糟的是，冷气一直在蔓延。必须找到源头。我看着周教授，钻机打穿了什么？冷冰层。周教授调出地质图，这一带历史上没有冰川活动记录，不应该存在。巨响从地下传来，整个避难所都在震动，破裂声响起。底沉，通讯器传来苏青的声音：地下3层供水管道爆裂，是被冻僵的炸裂。我们冲向地下3层，眼前景象超乎所有人想象，整个供水区成了冰窟，管道覆盖着厚厚的冰层，一些地方冰锥从天花板垂下来，地面结成了冰面，几个工作人员困在冰层，只有上半身露在外面。不行，赶紧救人！王刚第一个冲上去，他的金属手臂砸碎冰层。我和苏青还有林晓配合，用空间能力小心翼翼地帮被困者移除周围的冰。可是冰的增长速度太过惊人了，我们刚清出一片区域，新的冰晶又开始凝结。这不是自然界的冰。孙浩说，他伸手触摸冰面，温度低于零下50度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冰里面有东西！他大喊道。我们仔细查看，
冰层内部有一些细小的纹路，某种结晶结构，怎么像是血管一样？生物冰嘛，这可能是未知的生命形态，说不定是被改造过的。周教授采集样本，避难所的震动越来越明显，那些被冰困住的工作人员开始发生变化，皮肤变蓝，呼吸产生白雾，意识还清醒。冷。其中一个人喃喃道：“倒是不难受，可以适应。”他们在适应极端低温，心率下降，代谢减缓，生命体征稳定，这是进化了。周教授迅速检查，不管是什么，必须阻止冰层蔓延。我看着已经覆盖1/3供水区的冰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避难所的供水系统都会瘫痪。怎么阻止啊？王刚问。物理破坏只会让冰块飞溅，温度太低，常规方法并不奏效。我思考着，我的空间能力可以收纳物体，但冰层、地面、墙壁、管道连为一体，怎么单独收纳？如果我们制造隔离带呢？用金属板在冰层前面建立屏障，孙浩在屏障后维持温度，阻止冰层蔓延。那需要大量的金属，我的能力可以转换人体，但不能制造金属。仓库有储备的钢材，只是搬运需要时间。不用搬运，直接收纳，在指定位置释放。我看着陈威说道，计划迅速制定好。王刚和几个力量强化系异能者负责定位和固定，林晓和苏青负责释放，我负责收纳。孙浩和其他温度系异能者维持温度，与时间赛跑。我们沿着冰层蔓延的方向建立屏障，金属墙在通道竖起。孙浩在墙后开展能力，维持0度以上的环境。冰层似乎有意识，当我们的屏障建立到第4层时，冰层开始改变方向，向上蔓延，沿着墙壁，穿越天花板，越过屏障。他可真聪明，正在寻找弱点。天花板结晶，冰锥如乳石般垂下，冰锥断裂，直坠而下。目标是孙浩，小心！王刚冲过去，用金属化的背部挡住了冰锥。王刚被砸倒在地，冰锥碎裂，但他背部的装甲出现了裂痕。这冰的硬度和冲击力远超常理啊！王刚，林宇冲过去，用水系能力清洗伤口，但水一接触伤口就结冰了。别用水，用布料可以隔绝空气。我们手忙脚乱地把王刚转移到相对温暖的区域。他背部伤口很深，金属化的皮肤被击穿，露出下面的血肉。血液一接触，空气就开始凝结。升温不能太快，温度差大会导致皮肤组织损伤。孙浩强忍伤痛，将能力集中在王刚的伤口周围，提高温度，过程痛苦。王刚咬着后槽牙，额头青筋暴起。与此同时，冰层已经迈了过来。按这个速度，不用到明天早上，整个地下3层就会被完全冰封了。物理屏障挡不住，温度控制只能延缓，必须找到源头。钻机打穿的那个点，那是一切的起点。如果我们能封闭的话，怎么封闭啊？洞口已经被锁死了，而且温度极低，里面根本无法靠近。我想起了空间边缘的异常波动，也许不一定需要人接近。我向陈威和周教授解释了我的想法。我的空间有特性，收纳的物体会在空间内保持物体的相对位置和状态。我在洞口附近打开空间入口，将涌出来的冷层收纳进空间。这也太危险了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性质，万一在你的空间内继续活动，可能会破坏空间结构，危及你的生命安全。别无选择。我看着不断扩大的冰层，这个速度，24小时后，避难所核心区域都会冰封，到时候100万人被困死在这儿，这是我们想要的吗？陈威沉默了。我是他新任命的异能分队队长，我却在这里玩自杀。完成任务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苏青，你帮我控制入口位置，孙浩在旁边维持一个小的温度场，保证我能正常行动。本来我还需要王刚支持，可现在王刚需要休息。王刚看到我的眼神，他挣扎着坐起来。我可以了，伤口差不多愈合了，你放心，我保护你。还有我的空间能力不如你们，但可以辅助。好，但我要强调，情况失控，必须立即撤退。设备可以放弃，基地可以放弃，但人不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准备工作在1小时内完成。穿上加厚的防护服，携带了所有想到的装备：高温切割器、信号弹、急救包。回到地下3层的洞口时，景象已经完全不同。钻机被冰完全包裹，像个冰雕。洞穴岩壁都是冰层。那是什么？林晓指着冰层深处。我们仔细看，冰层深处大约5米的地方，似乎有影子在移动。这冰里面有东西。王刚走到最前面，身体开始金属化。我开路，你们都得跟紧我。王刚的金属手臂砸向冰面，碎冰飞溅。但冰层太厚，每前进1米都需要数10分钟。更糟的是，这冰似乎有修复能力，刚清出来的通道就又开始结冰了。这也太慢了，让我试试吧。孙浩说。他集中精神在通道前方制造高温区域，冰开始融化，可融化的水立刻又结成冰。高温好像刺激了冰层的反应，更多的冰从岩壁渗出，让我们面前的通道变得更窄了。等一下，我拦住孙浩，他在适应你的攻击，换一种办法。我想起了在病房里
看到了的那个男病人。他说的话，等待，冰要来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生物的反应？林晓、苏青，我说，尝试用空间能力直接收纳前方的冰，不要破坏，直接移走。我们三人联手，在前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入口，冰层被整块收纳，露出后面的岩石，但岩石表面依然在渗出冰晶，只是速度慢了些。有效了，可是治标不治本。周教授通过通讯器分析，这个源头肯定还在深处。我们继续前进，每前进一段就用空间能力清理冰层。消耗大半小时后，我们都开始感觉到精神力透支的疲惫。终于到达了钻机打穿的洞口，一个直径约2米的洞口，边缘不规则，内部完全被冰封。冰不是白色，而是深蓝色，半透明，内部有光影流动。就是这，我盯着洞口，冰层是从这里渗出来的。那要怎么分辨？王刚问。我向前一步，将手按在洞口的冰面上，刺骨寒冷，瞬间穿透了防护服和手套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感觉到我心里也产生了冷意。我闭上眼睛，将意识沉入空间那个足球大小的空间，现在存放着各种物资。我清空了中心区域，准备接受冰层的源头。我打开了空间入口，对准洞口。最初几秒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然后冰层开始震动，不是震动，而是跳动。深蓝色的冰发光，光芒从洞口向外辐射。有变化了，但是怎么好像没有配合？李晨，小心！洞口处有冰突然裂开，冰层分开，露出一个向下的通道。通道壁是光滑的冰面，通道深处有东西在移动，后退。但我们来不及了。从通道中涌出的不是气体，不是液体，而是雾状的结晶。无数微小的冰晶悬浮在空中，它们形成了人形轮廓，2米多高，四肢修长，面部没有五官，只有凹陷的眼窝。这不可能，这是个冰人吗？冰人向前走了一步，脚下的冰自动扩展，承载他的重量。他抬起手臂，指向我们，没有声音，但我们的脑海中同时响起了一个意念：寒冷永恒，加入就会进化。他在和我们交流，不，他在试图同化我们。我感觉到精神上的惧怕，就像那些感染者，他在改造感染者，让他们适应极端低温。冰人向前一步，王刚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金属拳头冲向冰人的头部，拳头穿过冰人的身体，没有阻力，像打中了空气。但王刚的手臂瞬间结冰，拳头到肩膀都覆盖上了一层厚冰。王刚后退，孙浩上前用高温能力融化冰层。冰人对攻击毫无反应，继续向前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。李晨，他在感知你的能力，我们的仪器检测到强烈的能量波动，在你附近。冰人伸出手，他的手掌展开，掌心升起旋转的冰晶，里面包裹着一颗深蓝色的恒星，就像一个微小的宇宙。只要进化，就能超越血肉之躯。这个意念再次清晰，不断地诱惑着我们。只要接受它，就能成为它的一部分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饥饿，不再有死亡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感觉我都要被诱惑了。上一世的记忆涌上心头，饥饿、干渴、寒冷。如果能摆脱这些，就能进入永恒。不，我咬破舌尖，疼痛让我保持清醒。那是死亡，失去了温度，就失去了生命。冰人似乎感觉到我的拒绝，他很愤怒。抗拒就会让你愚蠢。他手中的冰晶突然爆发，蓝光充满了整个洞穴，温度急剧下降，连孙浩维持的温度都在崩溃。防护服发出警报，我们所处的地方温度已经下降至零下70度，而且还有可下降的空间。李晨，执行计划，赶紧撤退。我看着那个冰人，再看他身后的通道。洞口如果是源头，那这个冰人也不过是个保镖。林晓、苏青帮我打开足够大的空间，入口注意，是他身后的通道，我们把这个通道覆盖住。那冰人怎么办？我来对付，我能抗住低温，放心吧。不需要，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它既然是冷层的造物，那封闭源头它就会消失，我们可以引导它。你想要进化，想要永恒，我给你找一个地方，独立的空间，你可以在那里存在，不影响外面的世界。冰人停住了，他看着我。空间独立永恒。是的，这里有一个世界，温度随你控制，没有干扰，只有永恒。我在冒险。如果冰人进入我的空间，他可能在里面继续活动，甚至破坏我的空间，但这也是唯一的办法。封闭源头还能对抗这个超出自然意义的冰人。他伸出手触摸空间立方体，浑身一震，似乎被吸引了。我要带着源头冰源。他说道。可以，你先进来，我就会收纳源头。冰人点头，化作一道蓝光进入空间内。在我的空间内部，他站在我预留的空地上。就是现在。林晓和苏青我们冲向洞口，同时打开空间入口，目标不是洞口，而是洞口周围3米内所有的东西。收纳整个地质结构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极限。
我感觉到自己头疼欲裂，鼻腔有液体流下，我流鼻血了。坚持住！3人连接在一起，洞口的岩石消失，冰层消失，全部收纳进空间内。在空间中，冰人站在裂缝旁，蓝光从裂缝中涌出，被他吸收。洞穴剧烈震动，失去支撑的岩层坍塌。撤退！王刚抓住我们，向出口冲去。洞穴彻底坍塌，将一切掩埋，温度停止下降。我们逃出地下3层，回到了安全的区域。所有人精疲力尽，瘫倒在地。你们透支得很严重，至少1周才能恢复。好消息是，温度开始回升了，冰层停止蔓延，而且在缓慢融化。几天后，我们站在避难所的瞭望台上，看着外面的世界。华北的避难所保住了。那个病人在哪儿？还在你空间内吗？我闭上眼睛感受，他确实还在那儿，跟个冰雕一样。他在冬眠。陈威走到我身边，李晨作为队长，你要学会更多，同时还要学会做出牺牲的决策。什么意思啊？说完，我瞬间想到了赵队和王将军，他们总有一天你会面临这样的选择，大多数人和少数人站在一起，你要保全哪一方？完成任务，还是保护队员理性和情感？这都是最艰难的考验。我点点头，我会做好准备。而这时，通讯器响起，是7号避难所的消息。李晨队长，请尽快返回，这里出现新情况，感染者行为模式发生变化，他们开始聚集，全球温度经历短暂回升后开始急剧下降，预测降温期提前3个月。我看了一眼天空，第一片雪花开始飘落。作为队长，我要带领我的团队迎接这一切。准备出发，咱们的战场在东北。雪花落在我的掌心，瞬间融化，但留下了刺骨的寒意。末日还在继续，战斗也在继续。这一次，我要与国同行，带着队员们战胜末日。